接下来，我们邀请到 ddg 美商方策顾问有限公司林熙展总监，由品牌管理顾问公司的角度来进行分享。林总监在台湾与中国拥有非常丰富的品牌策略与行销沟通经验，曾经服务于全球知名的品牌顾问公司 Interbrand， 擅长品牌定位、消费者研究、文化趋势分析以及产业竞争研究。今天他将以品牌锐变、价值创造、逆转局势的5个关键品牌思维与行动作为讲题，和在座的各位来进行分享。现在就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来欢迎林总监上台。各位大家早安。好。很高兴今天有这个机会来到这边跟各位高雄南部的先进做一个关于以品牌为主题的交流。那基本上我今天是算是一个暖场的一个身份，因为我后面还有2位业界先进更精彩的演讲。那所以我今天会分享一些比较关于一些基本的品牌方面的一些 know how， 或者说是一些知识方面。那我想刚刚各位可能也都听到关于说到底，品牌经营事实上是还蛮困难的，或者是说要让品牌累积出影响力是非常需要时间。那我想不知道说各位这个中秋假期有没有人出国？因为我刚刚因为我今天早上从台北过来，然后在FB 上看到我一个朋友，他刚从德国回来，然后他在飞机上他说，最让他印象深刻的事情，并不是飞机餐有多好吃，也不是说这个他看到一个很帅的空少。他说他在飞机上听到一段广播，在谈一个关于安全须知的部分。然后最后的 ending， 机长提醒乘客的是，如果各位手上有 Samsung Note 7，请各位关机，或者是让它保持一个就是电池拔掉的一个状态。那这其实听起来是一个笑话，不过我想应该多少可以反映出，其实再大的品牌，当它经历了一些可能在营运层面或产品层面不顺遂的时候，原本积累的一些品牌的一些价值，可能也都因此会很容易就受损。那严重的话，甚至可能会发生一些可能整个品牌力消亡，甚至完全无法恢复的一个状态。所以这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蛮好的一个写照，因为我想各位可能多多少少都在品牌路上都经营了蛮多的时间。那关于怎么样让品牌成为一个有影响力，而且是不容易随着市场的波动而受影响的品牌，我想这应该大家都在努力的一个前进的过程。那我想刚刚如果反过来看，如果今天这个质量疏失事件发生在 Apple 苹果的身上，我想可能跟发生在Samsung身上呢，会状况有点不太一样。因为至少就我个人认为，品牌力的层面来看，可能苹果在抵御的程度上是相对比 Samsung 再稍微好了那么一些。所以我觉得从这些事情上来看，其实生活当中很多是可以当做我们作为一个品牌的一个借鉴。那首先我先简单介绍一下 ddg， 我想知道各位可能都听过 ddg， 但我还是稍微简单说明一下我们的这公司的性质。我们基本上是一家品牌顾问公司。那想到品牌顾问公司，可能各位想到的是我们所提供的，可能包含品牌策略啊、设计啊，或是一些沟通讯息方面的。但是如果是以品牌顾问的角色，就是因为我们的客户提供什么样的价值？事实上，我们一直在做的都是帮我们的客户，帮台湾企业找寻他们在企业体制以内里面最具有竞争力、最具有差异化的特质，然后既有一些比较创意的手法，让它很好的表现出来。这个是我们一直在协助台湾企业做的一个工作。那事实上，我们的方法就是品牌，我们用品牌的视角，用品牌的思维跟一些方法跟工具。那其实这么多年来，20几年来，我们其实帮助的客户有科技产业，当然这是以前台湾最大宗的、最重视品牌投资的这一群。但事实上，我们这几年也有很多跟台湾本土相关的一些本地的品牌。那产业也是各式各样，有餐饮、有旅馆，也有一些比较是消费性导向的一些品牌。那这个是我们整个在台湾这几年来所做的一个大致上的所以可能当中有一些是各位可能熟悉的、有看过的、有印象的。那我自己
基本上我的工作经验可能可以分应该说品牌顾问经验可以分2块，一块是在台湾，一块在中国。那就像刚刚有提到，我其实是之前有曾经服务过 Interbrand， 这家就是也是所谓的比较全面性的品牌顾问公司。那我自己在服务的客户类型比较多元啦，但是如果今天要谈说我到底是以什么样的信念在帮助我的客户，在服务客户的话，我会说，其实我们一直在思考是怎么样帮我们的客户的品牌创造出最大的价值，怎么样让它成为一个有价值的品牌。那事实上这也可以呼应刚刚我们提到的，在品牌台湾计划里面有每年都会针对台湾的品牌做所谓的品牌价值的一个评估。那事实上我之前也是有参与过这块整个评估方面的一个过程的背后的一些，不管是一些价值的计算或是品牌力的计算，所以我其实是对这块算是还蛮有感触的。那事实上我在这段时间内常被问到一个问题是，到底为什么有些品牌的价值会涨，有些价值会消，或者说甚至有些会完全价值可能从原本的排名是很前面，但最后是往后跌的。事实上这个可能没有一个单一的答案，但至少从我们这几年的观察来看，可能可以有一个很简单的一个 lesson。我们发现说，其实有2类企业，当他们在面对市场的一些波动跟一些不确定性的时候，他们会有2种倾向。有一种是他会做一些改变，流程上的改变，或者做一些战略层面的改变，用一些不同的方式做一些调整。但事实上，这些可能比较像是所谓的局部的，或者说片面的，或者说针对特定层面的一些调整。事实上，我们发现那些所谓长期在榜单上这些比较有价值的品牌，事实上他们比较像是这种以一种像是 transform 的角度来面对一些市场上的不确定性，所以他们在想的比较像是一个比较思想跟未来层面的部分。那他们谈的是一个长期的战略，不是短期的应对的一些措施。那更重要的是，他们常常在思考怎么样让自己今天的自己变得跟昨天的自己是不一样的。他们会常常用一种比较像是在自我颠覆的角度在看待自己，所以这个是我们发现一个蛮有趣的所谓的2种企业类型的一种特征。那这个跟品牌到底有什么关系？事实上，我觉得有些客户或者有些情况之下，我们很容易把品牌当成是一种工具。工具的意思是指当我们发现可能我们的市场上出了一些问题，或者说我们的业绩没那么好，或者说客户反应没那么的漂亮的时候，我们就会把品牌拿出来当成是一个可能让我们的整个形象再有所提升，我们的讯息再稍微再更精准一点。事实上，这是一种比较像是把品牌当成工具在使用的思维，需要的时候我就把它可能就拿出来再想一想，或者可能找一个顾问公司来做一些思考。但事实上，品牌它应该不只是一种工具，它事实上可以是一种，一家企业在思考事情、在思考市场的一种 mindset。它不应该只是一种，像是可能只是行销层面，或者是说在一些公关层面的一种做法。它更多是一种思考方式，可以让我们去思考到底今天假设。我们去想象一个品牌最终的一个成果的时候，我应该要做一些什么样子的调整？那这样子的一些企业，它能够用品牌作为一种思维的角度的话，我认为这个是我们观察到比较值得可能跟各位分享的一种经验啊。因为事实上，我觉得谈品牌的方法工具，可能各位都很熟悉，行销层面的，但是谈就是品牌思维，它应该是什么？我想。可能我有一些东西是可以跟各位再做一个分享的，所以今天我要谈的是一些跟品牌思维有关的一些角度。那重点是我谈的是以终为始，以终为始指的是不是从自己的角度去想，而是从外面的角度，从顾客的角度或从市场的角度来看待到底品牌应该长成什么样子。所以我今天会用5个关键字来跟各位做一个快速的分享，那分别是意义、价值、勇气、对话跟本质，它各自对应的是几个比较像是 principle 的重要的一些品牌的思维。所以我们先从
第一个关键是谈起，那我要先谈到底什么是品牌，这是一个最基本的。那我想谈到底什么是 branding， 我觉得有一个 category 是一个最容易说明到底什么是 branding， 就是瓶装水的这个市场。因为瓶装水说穿了，它是一个本质来看它是一个大宗商品，它并不是一个没有什么太多技术的一些差异，也没有太多的所谓的本质上的差，它就是在品质上或者在做包装上做一些不断精进的一种品类的操作。但事实上，瓶装水的品牌的数量可能是不能说是最多的，但至少是大概是最夸张的一个产业。如果你考虑到它的性质的话，所以到底瓶装水品牌怎么去操作出来的？一般的逻辑是，当你有水的取得的时候，你就很自然知道你可以在市场上做贩售。那从一个没有品牌识别的一个产品，一个瓶装水，你可以再做出一个有你自己一个品牌识别的一个样貌。那最后呢，如果你要让你的品牌产生一些差异的话，可能要做一些行销，做一些广告。所以我们可以发现，这几个我们比较常看到一些所谓的比较 premium 的瓶装水，他们各自都有一些在行销上的一些差异化的一些诉求。比如说 Evian， 它谈的是一个年轻，那可能是Fiji Water 可能谈的是一个最天然、最纯正的一个水的一个诉求。那这个究竟是什么意思？这些品牌打广告的目的是什么？如果各位熟悉定位理论的话，应该都知道他们在做的是，他们希望让顾客在想到 Evian 的时候，他第一个想到的不是水，他希望他们第一个想到的是一些比较是无形的一些联想，比如说比较年轻的感觉，或是比较有活力，然后可能像是甚至说像喝了你可能就会有一种像是在更 refresh、更年轻化的那种感觉。水可能只是一个附带的一个让你最后产生的一种功能的价值，最终他想让你强调的一个最重要的联想是关于到底这个品牌等于什么样子的一种无形的一种价值。那各位可能会觉得这样子的例子好像只发生在这种很消费性的品类上，跟 B2B 到底有什么样的关系？可是事实上，如果我们检视几个比较leading 的这些品牌的他们的做法，事实上他们的整个的品牌操作在想的都是怎么样为他们的顾客创造一些产品以外的意义，不只是喝水，除了喝水之外，我可不可以带给我的顾客更多一些感受跟一些想象？那你如果对应到这些不是那么消费性的品牌，比如说我这边列出的像 IBM、巴斯福、Otis， 这些都是我们最常听到的 B2B 领域里面的大品牌。但事实上，他们也都有某一个不是在谈产品的一个概念。那个概念就是我刚刚谈的某一种意义。比如说，可能在 Otis， 大家可能知道它是电梯，可能全球最大的电梯制造商。那电梯到底能够谈什么？无论谈品质好吗，或是稳定安全？但事实上不是，他们在谈的是一个关于服务的概念，因为他们的理念是，我卖电梯不是卖产品，事实上卖电梯可能是在卖的是服务的过程，因为电梯是长久的，你要确保电梯能够运行良好，事实上是卖一个从售出到售后很长的一个服务，所以他谈的是一个服务的概念。那服务是相对是比较无形的一种价值的部分，所以这个是刚刚谈的意义，它事实上是 B2B、B2C， 他们都在用这样的逻辑在操作。那谈到这个意义的话，我们接下来谈第二个关键是谈价值，因为我们谈所有的意义，基本上都要回到所谓的顾客的层面、消费者的层面来看，到底我们能够为他们创造什么样的价值。那这边我要谈的一个，大家可能都听过这个成语。大家应该以前就是都或多或少听过这个故事。这谈的是一个以前有个商人，他有颗珍珠，他想要卖高价，但可能不好卖，所以他就做了一个很漂亮的盒子，可能就像这个盒子一样，去让它变得更好卖。所以他就花了很多心思去打造这个盒子。那到最后，他卖出去了，可是那个人拿了盒子之后，把珍珠退还给他，
说我不要珍珠，其实只要盒子，因为盒子是比珍珠还漂亮。那这个成语一般以前会被认为是一个有点像是本末倒置，好像你过度追求那个外在，忽略了产品的本质。不过我觉得各位可以回想一下各位的平常的消费行为，日常的消费行为，事实上我们已经是一个没办法区别产品跟包装的一种消费形态了。有时候你会认为你买这个产品是因为它产品可能比较好，但我们已经或多或少都会受到它整个的外在的沟通跟包装给影响。但理性上我们会认为我们是在做一个理性的决策。那这个就是跟比如说很典型的 Tiffany 大家都知道，这是一个可能每个女生都梦想拥有的品牌。那可能看到这样一个包装就会想到某一种感觉。那这个基本上就是很典型的所谓的买椟还珠的一个现代版的一个演绎，包装或是形象基本上已经变成是跟产品是一体两面的一个存在。那到底这个代表什么？我觉得各位如果有在研究工业设计领域的话，可能都听过 Raven Roy 这个设计师，他基本上是全世界第一个登上《时代》杂志的工业设计师。那他几乎设计的所有东西，从火车到飞机，他都设计。那他比较有名的是，他把这种流线的这种线条，我们一般在所谓的功能层面上，它可以降低阻力的这样一种线条的语义，他把它放到火车上面，同时他也把它放到一般的消费品里面，烤面包机、削铅笔机。那我问一下，大家觉得这样的造型对产品的功能有什么帮助？其实并没有，并不会说因为你的烤面包机就可以烤比较快，或者是说削铅笔就比较尖。但事实上，我们如果今天有选择的话，对比到另外一些一般造型的产品，我们可能会不由自主的就会觉得好像这个产品是比较好的，它会带给我们一些额外的一些想象。那这对应到的是，基本上我们在需求层面基本上是有很多不同的层次的需求的。我们有时候会只需要一些基本的功能层面的一些满足就可以了。但事实上，随着我们的可能的要求或经济能力越来越好的时候，我们会开始希望一些比较产品层面以外的一些感受跟一些价值。以吃来看的话，可能从只要有东西吃到我们希望这个产品的来源、它的食材，我们都要知道它的来历是什么。希望有获得一些资讯透明的一些感受。那事实上，越上面这些价值或是一些需求，它都跟我们的产品的关联已经是越来越脱离。但事实上，就像我刚刚提到的，很多品牌的操作，它都在做上面这一层的一些讯息或设计的一些操作，这个才是真正让他们凸显一些所谓的无形价值的一些成分所在。那以星巴克来讲，它也在做同样的事情。它除了有我们可以实际上感受到的这些进到这个空间的一些利益之外，它在品牌沟通上，它也在不断强调一些跟友善，然后第三空间 community 有关的一些价值。基本上，功能价值跟情感价值是每一个品牌它都应该要去同等去思考的。那差别只是在于说，可能有一些品类，它相对右边会比较强一点，比如说像我刚刚提到的瓶装水的领域，或是精品的领域。但可能在 B to B 的领域里面，可能是以功能价值为主。但如果在那样的领域里面，我们可以有一些情感价值的操作，事实上那就是所谓的差异化的一个很好的机会。所以今天的第二个 lesson 想跟各位分享的是，在品牌操作上，我们怎么样可以从功能价值尽可能的往所谓的情感价值给靠拢。那如果我们能够越增加多的这种情感价值的成分，事实上我们在所谓的不可替代性或是差异化上是相对会更有一些优势所在的。那我举一个比较大的例子，这是 GE 大家应该都知道，它是最典型的 B to B， 而且它是那种最大型的那种设备的 B to B 的领域里面，所以照理说它应该都是在强调是一些理性的功能的一些价值所在。可是事实上，如果你观察它的品牌沟通的话，它事实上它有分两个层次，它基本上它会有一个是
类似像是一个品牌的主张在做第一层次的沟通，他们叫做 eco-imagination， 它结合的是 eco 跟 imagination 这样的概念，它谈的是它能够用因为它的子公司够多，它的产品类型够广，所以它可以透过它的整个产品组合去帮你实现你在环保或者说这种节能方面所想要达成的一些效果。所以他在谈的是创新，但他谈的又是像是一个比较跟节能有关的。那在第二层次，他才去谈到底他提供什么样的价值。所以基本上所有这些大品牌，它都会有所谓的品牌传播的层面以及产品行销的层面。那这两个层面基本上都是平行不悖的，他们从来不会是偏后。可能说我现在先做产品行销，可能过一阵子再做品牌方面推广。这两个层次对他而言都是必须同时存在的，才能够加分，互相帮彼此加分的。那再来，我想谈第三个关键字是谈关于勇气。这个字可能听下来有点奇怪。我在谈的是说，到底做品牌要有勇气吗？对，确实做品牌需要有一些投入的决心。不过我第三个关键字，我想谈的是这本书。我想各位如果有稍微有看有去书店，或者说有观察台湾的排行榜，应该都听过，不见得看过，但应该都听过。然后各位应该没有意识到，这本书在台湾，比如说金石堂成品的排行榜畅销书上面，应该已经连续超过半年，可能我觉得可能快要1年了。那听说它已经在18刷，还是将近20刷，是一个非常可怕的数字。这本书它谈的是一个个体心理学，它谈的是每个人怎么样活在众人的眼光底下，然后又能够就是寻找自己的一个定位或存在的价值。听起来是在谈个人，不过我看完这本书之后，我觉得它其实也是在谈的是做品牌这件事情，因为它谈的是每个人都必须知道你到底是谁，你想成为谁，你才能够在比较庞杂的市场声音当中，知道你到底应该要怎么做，而不是就是一味的，就是随着市场的声音做一些比较零星的一些应变。所以这个我觉得可以对应到，如果你真的知道你自己做什么的话，事实上你是可以有一个很清楚的、很清晰的方式在介绍你自己，甚至说你的产品线。以下这个可以帮我按掉吗 ？OK。上面这个图应该各位有印象的话，就是Steve Jobs 他在重回 Apple 的时候，他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把整个苹果的产品线给大幅的精简，因为那时候可能已经长出了太多的产品系列，以及市场上已经完全不知道到底苹果在卖什么。然后最后就直接索性把产品线砍掉，只剩下4个简单的产品线。那这个事情基本上是绝大部分在看贾伯斯的传记的时候会被忽略的一个关键的动作。大家都以为贾伯斯当年回去是因为开发了 iPod， 所以拯救了 Apple。其实事实上并不是这样，事实上是因为他当初先做了这一个所谓的产品线的精简跟收敛。它才让当初已经快要破产的 Apple 得以继续生存下来，等待到 iPod 这个明星产品的诞生。所以事实上，精简的这个动作说起来是，其实它比我们想象中的更难。虽然说它很重要，因为它牵涉到所谓的到底你知不知道你要提供给市场什么，以及到底如果你这样做，是不是真的能够给你带来更大的价值。那我觉得，如果回到市场的角度、顾客角度来看的话，我觉得答案是非常简单的。因为事实上，现在的市场上的选择是爆炸性的选择，市场选择太多了。不只是消费端，我觉得连在零件 B to B 零件这种比较是B to B 层面的话，我相信供应的选择也实在是非常的多。那更何况，我们今天面临的是一个比较像是资讯爆炸的一个环境。以前我们可能就单独只要做到大众传播的推广，大概就够了。
但事实上有更多我们现在的讯息的来源是来自于 social media。那以前可能我们以为我们只要花大钱做单一的广告，大家就可以打到你的目标族群的脑袋里面。但事实上，现在的顾客，现在消费者他面临的是一个多元的、多工的一个沟通环境。以往的投资可能不见得是会被认为是那么的有效的时候，到底我们应该怎么做？那我相信简化是一个必要的一个过程，尤其是有时候在面临过度复杂选择的时候，我们以为消费者他会做理性的决定，但事实上更多时候他们是依靠是一个比较像是一种反射性的直觉在做判断，它并不是那么的有系统的在做一些理性的比较的。我觉得即使是在 B to B 的品类里面，我们的经验里面也听到很多顾客他们的反应是，其实很多时候他们的客户就是在看的是一个感觉，跟你的合作的感觉怎么样，够不够信任你。所以事实上，简化是可以帮助我们有一个很好的方式去跟他的这个直觉层面做一个沟通。那有取舍的勇气，才有简单的力量，这是一个非常简单道理，但能够做到其实相对是非常少的。那我觉得大部分情况会像是我们的客户，这是我们一个客户百荣，他是做纺织机的。那事实上我们也是帮他们做了一个很完整的一个梳理，怎么样帮他从前面这个复杂的产品线，然后一直让他做一个精简跟收敛，做出几个比较不同层次的一个比较容易跟市场沟通的一个沟通方式。那再来我要谈的是一个对话的概念。对话我要谈的是，就像我刚刚提到的，品牌已经不是单向传播，基本上品牌现在比较像是一个 facilitator 的角色，比较像是主持人。你要有来宾，你要有观众，你怎么样让大家产生一个对话？那我觉得在分享经济的这个体系里面，大家这是一个最好的一个例证。你的旅馆好的好坏不是你说了算，是你的顾客认可才作数。那同样这个在所谓的 motion cam 的这个领域里面，可能大家都听过GoPro， 但大家可能比较少听到 Sony 的声音。那我想原因是因为并不是 Sony 产品有多差，而是因为 GoPro 用了一个很聪明的方式，它是跟它的社群一起创造这个经验。基本上它很少做传统的广告，它都在做一些 social media 的广告。它在 YouTube 的 channel 上，它应该是排名第1的，粉丝数也是大概是最多的。那它是很聪明的利用跟它的 community 共创所谓的品牌体验，让大家喜欢我，而不是我说我的产品有多好。那这边有最重要一个 lesson 是，我觉得各位可以思考怎么样可以摆脱传统的所谓的打广告，或是说单向传播的框架。即使是 B to B 的领域里面，我们也有机会用一些对话的方式，跟我们的顾客做一些更 engage 的一些沟通。那其实这边我本来要举的是顶基的例子，因为它也是我们现在的客户。那我觉得可能因为时间关系，我就把这部分留给等一下顶基的这个号来跟我们做一个说明。基本上，我们也确实是用某一个价值再造的方式，帮他找出一个更好的一个品牌层面的沟通点，让他跟他的顾客可以用一个类似像是共同创新的角度，在提高他的整个品牌带给客户的一个价值。那最后我想谈的是本质，这个事实上是我认为整个品牌5个关键字里面，我认为最重要的，但它相对也是最抽象的。我觉得在广告领域里面，大家应该都听过这句名言，这是奥美的创办人谈的一句话，谈的是只有建立无法摧毁的形象，才能使你的品牌成为人们生活的一部分。这句话我相信大家都认同。不过我必须说，这句话可能也有点在误导这个阶段大家在看待品牌这个事情，因为某个程度上，这里面的形象，它谈的是类似像是广告，或者说行销层面的包装这个部分。但事实上，这样子的做法已经比较不是这个世代，或者说这个年代在谈品牌的应该有的一个思维。因为如果是以这样的思维来看的话，它会很像是我们传统上我们很习惯性把品牌的工作划分在
行销之下，它可能是所谓行销人员在做的一件事情。那在这个情况下的品牌，基本上它就真的像是一个形象，它就真的像是一个我们可能有需要的时候，我们拿出来，可能呈现在市场上一个比较漂亮的一个模样。不过呢，用这种方式做的品牌操作，很容易沦为一个结果，就是你可能是可以创造出一个有品牌视野的产品或服务，但如果你去检查你的品牌资产或是你的品牌的认可的话，你可能会发现你的品牌在市场上或者你的目标族群的心中，基本上好像价值并没有你想象的那么高。那原因就是因为真正的品牌，它应该是从跟商业层面的角度在做思考的。我谈的并不是组织架构或是编制，我谈的是一家企业在思考品牌的时候，它应该是从一个跟商业用一种一体两面的角度在思考。所以它不只是 marketing， 事实上所有你的整个业务层面的营运方面，都应该是要从这个角度去思考品牌。所以你必须先知道你到底你的核心本质是什么。你做出你那个样子之后，所有你对外传播的一切才能够被认为是一个完整的一个人，一个是有真实性的一个品牌。那我要谈的是，做品牌它应该要从企业本质出发，从本质出发的改变才能够真正驱动你整个在市场上的一连串的一个正向的一个改变。这一个例子，我想用其实这几个比较知名的例子，我想都是一个用来说明我刚刚谈的从本质出发做品牌改变的很好的例子。不过我相信更具有说服力的是 IBM 的 Smarter Planning 这件事情。我想各位应该都听过他在智慧地球方面做的一些广告或是一些投入。那我想各位可能也都以为它是一个 campaign 或是一个 event， 可能是这几年才开始冒出来的一个市场上的活动。不过事实上，早在他推出 Smarter Planning 之前，他内部已经经过了大概1-2年的所谓的内部的孕育或孵化。他事实上是先从一个内部的一个活动开始，他先去征集所谓的内部同仁对于到底 IBM 能够为未来的社会带来什么样的改变跟价值，他征集不同的意见之后，他从那些内部的声音里面去找出一个最适合他们在市场上创造出影响力的一个概念，就是 Smarter Planning。所以事实上，它并不是eBay，它是一个从内部做生意的方式出发而改变的一连串的品牌的一个活动。所以各位如果有兴趣的话，可能再看一下这方面的一个案例。所以我们都谈了很多，我们要说故事，但是除了说故事之外，我们更应该知道是我们怎么样做从 storytelling 转到 story doing， 做出一个真正的属于你品牌的一个完整的一个故事。所以以上，抱歉，因为时间关系，所以我快速的分享了这5个关键字。所以最后，我可能用一个这样子一个结尾，跟各位做一个 ending。我认为品牌基本上是一个认知工程，它是为产品跟服务赋予意义，而且它必须永远从顾客、从市场角度出发，重点是要能够创造出有形跟无形价值。那取舍是必要的过程，简单才有力量。对话绝对远胜于单向宣传。而且永远要建立社群去跟你共创一些价值，那唯有从内而外驱动的改变，才能够有序创造品牌价值。谢谢各位。非常谢谢林总监非常棒的分享，我们也请林总监先回座。从刚才的分享当中呢，也让我们学习到逆转局势的5个关键品牌思维与行动，在于意义、价值、勇气、对话与本质。将品牌视为思考方式而非工具，建立完整品牌管理而非局部操作，才能成为有影响力的品牌。